感觉怎么样？非常好，外观在我眼里满分。内饰我感觉就紫色，如果能做的像尊界 S800那种鲜艳一点，我觉得更好。尊界车主怎么评价？好，这个后排啊，其实和尊界也没差多少。啊？我那5座，咱同级别车，相当于买吧，什么时候买？马上下单，然后开回公司排项目，好员工吧。你什么时候买塔杆啊？大家伙儿看我身后的 logo 啊，今天带大家看一辆我特别期待的车，小鹏新款的 P7。为什么我特别期待这款产品呢？首先呢，它是这个小鹏 P7的全新大改款，然后它的颜值呢，之前在网上无论是这个路试图还是官方渲染图，看起来都非常好看。不过呢，这辆车其实在外形上呢，选择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方案，很多人管它这个赛博复古风哈。然后实车看上去，我其实觉得要比整个渲染图还要更帅。它用了很多相对硬的一些设计元素，一些棱角，包括前面的灯和后面的灯，去勾勒出整个车有点像机甲战斗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它的车头，无论是行车灯还是中间的这个贯穿灯，整个都没有什么多余的修饰，非常有棱角。然后呢，从这儿一直延续到腰线，然后包括后面它的这个屁股下来，这儿有一个非常之明显的宽体。如果我们从后面给个镜头的话，你会非常的明显，从这儿看到它的后面是明显凸出来一块的。很漂亮，所以这辆车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去线下看一看的。就哪怕你已经觉得它渲染图很帅了，但是它的实车也要比渲染图还帅。整个车的风格还是偏向战斗的，尤其是方向盘这里啊，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粗壮啊，然后相对来说呢，也是很有运动风。布局还是相对传统的，中间一块屏幕，然后我这儿面对着一块非常之巨大的 HUD， 然后主驾方向盘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很细条的那么一块屏幕。方向盘呢，还是采用了大量的实体按键，这点好评。而且它的整个布局，其实你会发现也和小米SU7有点类似哈。左侧呢是激活辅助驾驶的按钮，右侧呢是不同模式的这个切换。比如说我现在转一下，哎，中间这块屏幕能看到啊，会从节能、舒适，然后运动啊几个不同模式之间切换。不过有几个小点我觉得可以提一下。首先，无论是主驾还是副驾，它在你触手可及的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小的类似于指纹的这么一个按钮，但是这个呢并不是指纹识别区域，它是提示你这是一个能和你手指做交互的区域。那比如说我现在啊，我主驾这部分我设置成长按打开这个副驾的手套箱，那我摁一下，哎，这个手套箱就自动打开了。当然，这个手套箱本身也能够设置密码。那主驾这部分呢，还有2个带风冷的无线充电，没有任何问题。下沉式储物格呢，空间不算特别大，我觉得放一个纸抽啊，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中央扶手箱的进深是蛮不错的，这应该是一个香氛。然后整个呢，基本上我的小臂啊到这里都能够放到这个储物空间里，所以呢，前排的储物空间，我个人认为还是蛮不错的啊。然后这儿呢有个小旋钮，你这样旋会发现，哎，我的手就是被这个空调的风吹着的。所以这个设计呢，虽然不会说像你让冰箱一样制冷啊，但是就是你放一些很热的水啊放进去，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降温效果的。所以呢，也算是一个小点跟大家提一下。然后这辆车坐在上面呢，我认为是比小米SU7要更软一些，然后包裹感也不错，而且它这个侧椅本身也带侧翼支撑。然后这个中控屏幕呢，它也能够根据不同人去使用进行一个角度的切换。那前排呢，现在我已经调到了我的驾驶位，大家头部空间感受一下哈。然后呢，我们就以我现在1.76米的这个驾驶位去后排，看看它的这个后排空间表现如何。其实有一说一啊，这个后排空间我相信并不是这辆车所主打的地方。首先腿部空间倒是没什么问题哈，我腿还可以往下伸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脚的空间往下伸的这个空间并不算非常充裕，它是有点顶脚的，但是腿部空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呢，首先啊，这个坐垫并不算特别的长，只能说将好吧。如果你再比我高一些的话，就你的腿部大腿这部分可能会有部分是空余出来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辆车的靠背角度是没有办法调节的，手动和电动都不行。那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直立的感觉。那好消息呢，就是这个座椅本身是比较软的，但是受限于这个车型的限制，它本身的角度调节不是很优秀啊。然后我们把这个中档放下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辆车偏向于2人车。如果我买了这辆车的话，后排应该一直放倒，因为后排放倒以后，它这个后备箱空间真的很夸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我买这辆车的话，这个后排应该会一直放倒啊。大家能够看到啊，本身这辆车它的后备箱进深已经很宽了，它有一个下沉式的储物空间。这个储物的大小呢，我觉得也还不错，所以这辆车我觉得后备箱可能我想吐槽的唯一的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后排放倒不是电动的。如果是电动的话呢，这个这么大的储物空间利用起来应该会更加的方便。那相比于它后面比较夸张的这个储物空间呢，我们去看它前备箱。你好，小 P， 打开前备箱。OK， 前备箱解锁了，请手动操作。这个前备箱的空间呢，相比于后面来说，并不是很大啊。它基本上呢，这写着前备箱可冲水清洗，具备排水功能。我觉得养鱼佬放钓了几条大鱼，只要不空军的话，应该还够用。其他的，我认为这个前备箱的利用率应该不会特别大。最后呢，我来总结一下我对这辆车静态体验的感觉哈。我先说一下我被这辆车吸引的原因，其实开头也聊过，就是颜值外观嘛。那这辆车给我这个感觉，它像是一个更精致版的小米苏七，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首先，两辆车在尺寸、大小、定位上一定是重合的。其次是这款产品它在外观设计上更有个性，原创度也更高。我不认为大部分人会觉得小鹏 P7 更好看，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认为小鹏 P7 会更有个性。所以说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北有小米苏七，南有小鹏 P7。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辆车是什么感觉。这辆车目前来讲还是非常打动我的，看完以后要比我看之前更加打动我，因为它的外观、平台包括整个的内饰质感是很符合它这个定位的。所以大家伙有什么感受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区聊一下。你啊，怎么了？所以你要买吗？所以我要买吗？话说回来了，不是说小鹏不好，我买尊界了，再买一辆小鹏 P7有点怪。但是我们工作室，对，看那个小伙伴，你看他可开心了。你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拿着手机在聊天吗？他跟他妈说他要买这辆车了。到时候我们会拿小鹏 P7做内容的，因为我们工作室小伙伴要买了问界M8、小鹏 P7、尊界S800、理想，咱们公司还有谁买？你们太有钱了。那本期视频的转量就这么多，我们下期视频见，祝各位好运，拜拜。